万次发生，俄罗斯必须接受现实。俄使用影子舰队向欧洲发射无人机，若北约击落俄机，白俄罗斯将全面参战。北约出兵驻军敖德萨，匈牙利提议乌克兰应割让领土。乌克兰特工征战美丽托波尔，俄动乱序幕，车臣去俄化。精彩资讯马上开始。特朗普态度的转变也延伸到了其他方面，比如万斯开始在公开场合支持乌克兰，而不是揪着西装不放。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报道，万斯在一次露面中强调，俄罗斯应该对乌克兰战争负责，必须醒悟并接受现实。他们没有太多可以展示的东西。当提及是否援乌战俘，万斯证实，由于莫斯科拒绝三边会晤，美国正在考虑向基辅提供战俘。火力军很期待看到战俘飞越莫斯科的场景。针对俄罗斯空袭欧洲，泽连斯基爆料这是影子舰队干的。泽连斯基原因情报报告称，俄罗斯的影子舰队正在向欧洲上空发射无人机。最近这段时间，俄罗斯无人机的确很嚣张。除冰岛外，北欧4国遭遇无人机袭扰，英法德这种老牌强国也是如此。距离俄罗斯比较近的立陶宛、爱沙尼亚、罗马尼亚与波兰情况更加严重。除了无人机，俄罗斯军舰与空军也频繁刷新自己的存在感。图95都能跑到阿拉斯加附近逛街。俄罗斯的目的是什么？火力军都不用说，除了威慑北约，没有其他的可能。不过无人机袭扰欧洲事件，虽然都知道是谁干的，但没有证据。火力军一直以为这是俄罗斯特工做的，现在泽连斯基给出了另一种可能：影子舰队。这并非不可能，在波罗的海，俄罗斯油轮就能向北欧发射无人机。油轮进入北海后，英法德3国也在无人机的覆盖范围。只是话是这样说，但事实究竟如何，火力军说不准。乌克兰似乎也没有给出明确的证据。泽连斯基之所以这样说，也可能是呼吁盟友加大对影子舰队的制裁。事实上，在爆料之后，泽连斯基的确这样做了，呼吁在无人机的威胁下对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实施额外制裁。就目前来看，在欧盟推进的第19轮对俄制裁中，包含的影子舰队，目的就是削弱俄罗斯的石油出口能力。影子舰队的成员全是比较旧的油轮，全球合法油轮的船龄为13年，但影子舰队的平均船龄超过20年，唯一的优势就是数量多。标普全球市场情报统计，2025年年初的时候，影子舰队的规模就已经达到940艘，增加了45%，占据了全球油轮总数的17%。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加大对影子舰队的制裁，不仅能重创俄罗斯经济，还能保证欧洲的安全。不过，俄罗斯影子舰队的船只没有保险，还打着其他国家的旗号运作，监督机构很难对其执行制裁。欧洲会采取什么措施反制？火力军将持续关注。另一边，俄罗斯与欧洲的冲突本来就是这2个人的事，现在白俄要站出来搞事，力挺俄罗斯。由于俄罗斯频繁入侵欧洲领空，北约威胁击落俄战机。针对北约的威胁，拉夫罗夫表示，任何针对俄罗斯的侵略行径都将遭到坚决回击，北约与欧盟对此不应存有怀疑。这算是正常回应，但白俄则是跳出来发表了一系列豪言壮志。卢卡申科表示，如果北约在加里宁格勒上空击落俄机，白俄将不得不像俄罗斯人所说的那样倾尽所有的战斗。之后还声称，那就让他们试试看，我们拭目以待他们是否真的敢击落，以及后果如何。不过就火力军来看，卢卡申科说的是不是真的，其实很明显，就白俄那点实力没资格参战，估计只是声援一下俄罗斯。或者说卢卡申科这番话是普京授意的，让欧洲动手前好好想一想后果是什么。可以确定的是，北约击落俄机会导致双方的冲突进一步升级，甚至成为欧洲与俄罗斯开战的序幕。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可以放任俄罗斯入侵领空，有时候动手是最好的选择。即使欧洲击落俄机，这也是自卫反击，双方是否开战，选择权在俄罗斯手里，是开战还是默认吃亏。就像2015年那样，在乌俄战争的背景下，后者的可能性最大。当前的俄罗斯没有精力与北约硬碰硬，就像现在北约要在敖德萨驻军，俄罗斯那边一点反应都没有。俄罗斯对外情报部门新闻局宣称，北约计划在敖德萨部署军队，恐吓驻扎德佐的俄军。按照俄罗斯给出的消息，欧洲正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地占领摩尔多瓦，包括引入军队和实际占领，甚至声明北约部队已在罗马尼亚集结，英法的职业军队也已抵达了敖德萨。俄情报部门表示，北约占领摩尔多瓦的情景已经提前在罗马尼亚演习，并计划在摩尔多瓦议会选举后，以投票结果伪造为理由进行大规模抗议。之后应总统杜桑的要求，派遣军队进入摩尔多瓦，与德佐俄军进行武装挑衅。
如果真的是这样，火力军只能说北约干得漂亮，我们不能再看到类似克里米亚危机的场景。在2014年的时候，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当时的欧洲并没有太大的反应。如果当时也能像这次一样派兵进入克里米亚，结果与现在完全不同，或许俄乌战争就不会爆发。除此之外，北约在敖德萨部署军队，那是因为在乌俄战争的背景下，摩尔多瓦很重要，欧洲的援助会通过摩尔多瓦进入乌克兰，敖德萨也是乌克兰南部的战略港口，北约驻军也可以顺手保护一下。不过很可惜，至今为止，北约计划驻军敖德萨的消息也只有俄罗斯对外情报部门报道了，北约并没有证实。当然，不管这件事是真是假，都不会影响摩尔多瓦大选已经落下帷幕。现总统杜桑领导的亲欧派完胜，获得了超过50%的选票，而亲俄派则遭遇重大挫折，仅获得了25%左右的支持率。摩尔多瓦已在欧洲和莫斯科之间做出了选择。现在不是北约坐不住了，而是俄罗斯与克里姆林宫有联系的摩尔多瓦政客呼吁，在议会选举后在摩尔多瓦举行抗议活动。事实上，俄罗斯真的这样做了。摩尔多瓦还宣布逮捕了3名俄罗斯的间谍，当时他们刚刚从德佐过来，试图在选举结果公布后制造混乱，影响摩尔多瓦的局势。摩尔多瓦政府指责俄罗斯干预的选举，欧洲的情报分析，克里姆林宫为此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桑杜总统表示，莫斯科企图将摩尔多瓦变成第2个格鲁吉亚，并成为反乌克兰和欧洲的基地。也正是因为格鲁吉亚的事情，让欧洲国家开始警觉，摩尔多瓦就是其中之一。在看到格鲁吉亚的情况后，加强了戒备。当然，俄罗斯的回应还是那老一套，否认介入这些国家的选举，声称并没有对其进行渗透。但实际如何，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随着特朗普转变态度，支持乌克兰，俄罗斯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匈牙利竟然提议乌克兰放弃领土以换取和平。Telex 报道，匈牙利外交部副部长马莱文特·马扎尔表示，乌克兰需要放弃领土以实现和平，还以自己一战后的情况为例。按照马扎尔的说法，在特里亚农条约中，匈牙利被迫割让2/3的领土。当时政府面临选择，要么继续战斗直至覆灭，要么接受失去大部分国土的条件。马扎尔称，当时的决定痛苦但理性，至少保住了国家的部分存续。之后将话题引向乌克兰，表示乌克兰也需要做出选择，或许要放弃1/5的领土。和平往往伴随着痛苦，关键在于是坚持几千平方公里的土地，还是保障国家生存。就马扎尔的话来看，与俄罗斯要求割让被占领土的论调几乎一模一样。火力军估计二者背地里可能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交易。更离谱的是，在马扎尔看来，乌克兰已经失败了，所以需要割让领土，这或许就是欧尔班政府的态度。至于匈牙利割让领土的例子，这完全不能套在乌克兰身上。一战时期，奥匈帝国与德国站在一起，属于同盟国，失去2/3的领土，这是对侵略的惩罚。而乌俄战争是俄罗斯挑起的入侵战争，性质完全不同。匈牙利没有资格提议让乌克兰割让领土。对于这件事，乌克兰也直接表示不需要匈牙利官员就如何交换领土和主权提供建议。在匈牙利支持俄罗斯的情况下，与乌克兰的关系越来越差。乌克兰已经宣布禁止3名匈牙利高级军官入境。匈牙利外长西亚尔托随后公开质疑乌克兰的入盟前景，这是拿加入欧盟威胁乌克兰。火力军这边建议欧盟赶紧把匈牙利给踢了。战场方向，乌克兰特工现身梅利托波尔。白曼方向，乌克兰旅发言人报告称，俄军尚未占领扎里奇内，但几个月来一直在对定居点执行渗透任务，以5名士兵为一组，只是在乌军的打击下，平均下来3人原地开席，1人受伤，1人迷路。更离谱的是，在托尔斯克和扎里奇内的俄军需要的是药物和补给，但俄罗斯军事指挥部这边优先提供俄罗斯国旗，目的就是拍摄宣传视频，宣布我们已经占领该地区。在这种自欺欺人的攻势下，俄军不可能有成果。顿涅茨克地区继前线火力压制后，乌军的无人机深入敌后，摧毁了俄军重要的后勤基地。乌军的凤凰无人机部队对俄军后勤系统展开了死亡突袭。从目前的消息来看，乌军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早有预谋。早在几天前就已经部署了秘密行动，通过侦察手段精确锁定了俄军后勤基地的具体位置，之后投掷10几枚 FPV 炸弹，扎进俄军阵地。伴随着接连不断的巨响，俄军的后勤部门瞬间燃起熊熊大火，很快就被冲天而起的浓烟覆盖。俄军大量的军事装备和补给物资在这场大火中化为乌有，包括 T80 直接成了一堆废铁，一辆满载弹药的卡车也未能幸免。被精确击中后，引发了更大规模的2次爆炸，还有2辆装甲货车。整个基地内到处都是装甲残骸和焦黑的废墟。最近一段时间，乌军在顿涅茨克多地展开了不同程度的反攻，这不是秘密。从这次深入打击俄军后勤基地的行动来看，这样的反击显然不会止步于前线，还将更加深入。
给俄军制造更大的麻烦。不过在本期视频中，重点不在前线，而在梅利托波尔。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声称，乌克兰特种部队将俄军隐藏在当地航空城镇内的一个重要安全基地炸了个稀巴烂。爆炸的中心目标是一辆被俄军用作移动指挥和控制平台的火车。伴随爆炸声，这辆货车被炸成了碎片。货车内至少还有4名俄军无人机操作员，这些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协调炮火，跟踪乌军的动向，指挥无人机攻击。结果车还没出门就被炸了，后果不言而喻，原地开启第二人生。就战果来说，这次袭击不仅消灭了俄军关键的人员，还摧毁了对乌军进行侦察和协调攻击至关重要的设备，让俄军在战场上瞬间阵亡。梅利托波尔是俄军在扎波罗热地区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地点之一，不仅是俄军的后勤枢纽，也是重要的中转路线和指挥基地。也正是因为重要性，梅利托波尔成了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的重点照顾对象，有事没事逛2圈。这次爆炸事件的发生证明了一件事，梅利托波尔已不再安全。货车伪装后指挥平台，这件事一定是保密的，结果被乌军发现，那么下一次又是谁呢？俄军的安全设施肯定也有人把守，结果还是难逃一炸。对于乌克兰而言，最近还有一个好消息，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将对那些乌军不存在短缺的武器受控出口，目前已和多个非洲国家达成初步协议。在某些军工产能方面，乌克兰目前确实比较富足，最典型的就是无人机，年产500万架，军方的需求为300万架。将多余的无人机出口，可以让乌克兰军工企业形成良性循环。俄本土方向内乱已经出现态势，车臣正在进行去俄化。最近车臣地区又不太平了，卡德罗夫再次站在了风口浪尖。这次的导火索是一项看似寻常却暗藏玄机的地名更改法案。车臣议会提出要将谢尔诺沃茨科耶等3个定居点分别更名为谢尔诺沃茨克、杰列克和涅尔瓦。大家可能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改几个名字嘛。村口的大树每年还换新牌子呢。实际上，这并非改名那么简单，背后还藏着民族认同与权力博弈。简单来说，就是车臣要去俄化。俄罗斯自然也看得出来，所以法案一经提出，立刻在俄罗斯国内炸开了锅。俄军退役少将、国家杜马议员沙马诺夫立马跳了出来，在杜马会议上公开炮轰车臣议会的提案，表明这些城市可不是凭空出现的。他们是由哥萨克村庄发展而来，改名这哪里是简单的地名调整，分别是在驱逐当地的俄语居民，试图抹去这些地区的俄语文化痕迹。好家伙，这帽子扣得可不轻，直接点出了车臣去俄化的趋势。车臣的去俄化倾向早在苏联解体后就已经悄然开始，这些年来车臣的俄语人口比例持续下降，本地民族文化逐渐成为主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抵抗莫斯科影响力的象征。人口结构的改变自然而然地伴随着文化层面的去俄化。沙马诺夫等人担心，车臣的举动不仅仅是对俄罗斯历史文化的抹杀，更可能成为其他加盟共和国效仿的对象，最终动摇联邦的统一性。车臣议会的这一系列操作显然得到了卡德罗夫家族的默许，甚至极有可能是卡德罗夫本人在背后暗中推动。近年来，卡德罗夫一直在强化车臣的文化独立性，巩固自己的权力，毕竟山高皇帝远，只有让车臣在文化上自成一派，才能增加普京直接干预车臣内政的难度。这不仅仅是为了防止莫斯科插手车臣事务，更是为了确保卡德罗夫家族的权力能够顺利传承下去。卡德罗夫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顺利接班，继续掌控车臣的军政大权，将父死子继的模式延续下去。但是很明显，普京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在莫斯科看来，车臣长期有一个家族世袭统治，这与联邦体制的原则格格不入，更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的源头。只是对于普京而言，是否干预很难抉择。如果对卡德罗夫的举动放任不管，其他加盟共和国可能会有样学样，纷纷开始去俄化，削弱联邦的统一性。到时候都不用乌克兰打到莫斯科，俄罗斯就会面临分崩离析的风险。但若普京政府强势干预，又可能激化与卡德罗夫家族的矛盾。毕竟卡德罗夫手握重兵，让车臣拥有绝对的号召力。一旦矛盾激化，不仅可能影响北高加索地区的稳定，甚至可能引发新的冲突。现在俄罗斯已经陷入乌俄战争，如果国内再发生动荡，战争就不用打了，直接点投降就行了。在这种情况下，普京将如何应对，我们拭目以待。战场之外，俄罗斯战神吉尔金在狱中回应了特朗普最新言论，结论就是特朗普说的都对。按照吉尔金的说法，特朗普的新声明对俄罗斯极为严厉，他认为乌克兰可以打败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已被证明是一只纸老虎。吉尔金也完全同意这个观点。原本以为打3天或者3周就会结束了战争，已经打了3年多，在俄罗斯实力更强的情况下，却依旧打不赢这场战争，必须思考如何退出战争。事实证明，俄罗斯还是有明白人的，
只是现在的克里姆林宫就是俄罗斯的一言堂，所有保持不同意见的人，要么被调到偏远地区，要么被关进小黑屋，下一步就是被送到前线。这可真是劲爆的消息！韩国统一部长郑东勇25日罕见公开指控朝鲜，疑似拥有高达2吨的高浓缩铀，且浓度更超过90%，远超制造单枚核弹所需的5到6公斤布。郑东勇警告称，如果这2000公斤高浓缩铀完全用于制造核武器，将足以制造巨量核武器。法新社对此评估称，这项情报揭示了朝鲜核武库存的惊人规模，拉高了朝鲜半岛的核武危机。据悉，朝鲜自2006年首次进行核试验以来，一直受到联合国制裁，但直到去年9月才公开其铀浓缩设施的细节。面对朝鲜持续发展核武的威胁，郑东勇明确表示，停止朝鲜的核发展是一项迫切事务。但他同时认为，单靠制裁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唯一的解决方案在于举行朝鲜和美国之间的峰会。对于该意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本周对于美国的对话开出条件，他表示，只要能保留其核武库，他愿与美国进行谈判。可见，在核武储量与浓缩能力曝光后，金正恩正试图利用其不断壮大的核武力量作为与美国谈判的筹码。据军事新闻网站 Defense One 报道，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已向部队发出明确指令，让其为潜在的委内瑞拉相关任务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不难看出 ，AFSOC 此举既有对拉丁美洲紧张局势的关注，还可以视作加强对委内瑞拉军事施压的信号。作为专司全球特种作战、情报与侦察的精锐部队 ，AFSOC 随时出发令通常只会用于高等级战备状态。从相关报道也能看出，该令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美军已经对委内瑞拉可能发生的任务进行了充分的战略评估与规划，当然也代表着美军向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的念头已变得十分强烈。实际上，在随时出发令之前，美军就已经在委内瑞拉周边开始了军事集结。根据军事新闻网站陆军识别的报道，委内瑞拉国防部长洛佩斯证实，美国海军已在加勒比海南部完成了大规模军事集结，部署的军事设施包括3艘伯克级驱逐舰、1艘巡洋舰以及1艘硫磺岛号2级突击舰与1艘核动力潜艇，可谓来势汹汹。除了军舰，美国南方司令部还增派了10架 F-35A 前往波多黎各，加上美军特种作战部队已经就位，诸多行动加起来，完美符合美军过去军事行动的干预前夕部署。面对这个不可战胜的对手，委内瑞拉倒没有泄气。据相关媒体报道，委内瑞拉已经在拉奥齐拉岛集结了超2500名士兵，并动用12艘舰艇和22架飞机开展大规模军事演习，显然做好了地面作战的准备。另一边的美国也做着动员准备。据有关消息，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经下令，让身处全球各地的数百名美军将领下周在弗吉尼亚州一座海军陆战队基地紧急开会。虽然没有透露会议内容，但大部分媒体的猜测都偏向于赫格塞斯是在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进行各方面的部署与指示。如今加勒比海的浓烟味越来越浓，战争似乎一触即发，在枪声还没有响起前，我们仍需要静静观望。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北约会不会在敖德萨驻军？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